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所有邻居都在慌慌张张地收拾行李，你会怎么做？一家人刚搬到这里，就见到邻居全都惊恐地开车跑路，直觉告诉父亲，这里一定出了什么大事。他赶紧开车跟着众人一起逃离，半路上却发现刚才的邻居竟又返了回来。夫妻俩一脸疑惑，直到他们的车被堵在了半路，才发现前面早已被政府封锁。政府声称小镇出现了病毒，要求所有人都返回家中待命。还没等众人搞清楚状况，山上突然掉下碎石，众人循声望去，竟看见2架战斗机呼啸而出，径直飞往小镇上空，铺天盖地地投下导弹，将小镇淹没在了火海之中。究竟是多么可怕的病毒，竟让政府做出如此毫无人性的举动？还没等众人想明白，2架战斗机又转头向众人袭来，人们顿时被吓得四处逃窜。妻子想起了附近小学有个核爆避难所，于是赶紧带着家人往那边跑去。在战斗机紧追不舍的狂轰滥炸中，一家3口终于侥幸赶到避难所，赶在轰炸机前及时钻了进去，这才逃过一劫。父亲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食物，还有儿童的玩具和书籍，这让小女儿倍感不安。父亲一时语塞，他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待上多久，只能尽可能地安慰起小女儿来。可身后的妻子却一脸惊恐地发现，刚才不慎被割伤的手不仅爆起诡异的血管，还流出了可怕的黑血。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杀，他们只能苟活在避难所里，用铁链紧锁出口，稍有响动就足够把一家人吓个半死。小女儿更是躲在床下不敢出声。为了不被外面的人发现，父亲给每个人的鞋子都缠上了胶带，减少走路时的声响，还跟家人约法3章：绝对不能大声讲话，绝对不能情绪失控，绝对不能打开大门。一家人躲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，一转眼就过去了301个日子，每天的食物也只有这些大豆和水果罐头。面对小女儿的抱怨，父母俩也只能不停地安慰。直到这一天，女儿刚打开罐头，竟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再一看，罐头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洞。更可怕的是，仅剩的10几个罐头无一幸免，起码2周的食物就这样不翼而飞。看着罐头上的破洞，一家人不寒而栗。难道身边潜伏着什么怪物？而他又是从什么地方溜进来的呢？一家人四处搜寻，终于发现了罪魁祸首，所幸是虚惊一场，只是一只老鼠而已。父亲拿出小刀，要给小女儿加餐，可老鼠一个走位，就让父亲扑了个空。眼看老鼠就要跑回洞里，母亲眼疾手快，一锤头给他做成了饺子馅，还不忘多补几刀，防止复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桌上的油灯不慎翻倒，父亲正想扶正，油灯却瞬间爆炸，熊熊火焰很快点燃了整张桌子。虽然他们阻止了火势的蔓延，但却没能阻止烟雾飘向外面。母亲顿感不妙，这些燃烧的烟雾和灰尘若不及时清理，必将暴露一家人的位置。加上家中食物短缺，急需补给，这下夫妻俩不得不冒险出一趟门了。临走时，母亲叮嘱女儿，无论听见外面有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去尝试开门。说完，便和父亲打开了锁链，小心翼翼地爬出了避难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要发生了。小女儿果然不会乖乖听话，她非得整点幺蛾子推进剧情，于是拿出了自制的潜望镜，试图帮助父母观察周围的环境。果不其然，她看到了远处树林里出现了一个黑影。女儿害怕父母受到伤害，开始不听劝教的大声呼喊。好在避难所密封性极佳，声音并没有传出去。可小女孩非要作死，再次违反了规定，打开了地下室的肛门，爬出地面继续呼喊父母，生怕怪物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遗憾的是，母亲及时赶到，捂住了她的嘴，警告她千万别再发出声音。父亲跑来查看情况，循着女儿惊恐的眼神看去，原来女儿看到的不过是几头受惊的小鹿。父亲大松了一口气，但细心的母亲却认为鹿群如此惊慌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们。3人一路狂奔，迅速返回避难所，掩盖好铁门，再重新拴上铁链，屏住呼吸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上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
一家人蹑手蹑脚地跟着脚步声前进，观察着怪物的动向。女儿吓得低声哭泣，父亲赶紧蹲下身子安慰她的情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更多的脚步声响了起来，一家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他们跟着怪物的步伐又回到了出口，父母二人对视一眼，便心领神会，不发出声音。可女儿手里的娃娃好巧不巧挂在了一颗螺丝上，随着生锈的螺丝突然脱落，手中的娃娃随即启动，竟故自唱起了歌。父亲赶紧夺过娃娃，拆出里面的喇叭，一脚踩碎。可显然为时已晚，头顶的怪物听见了声音，开始强拆避难所的大门。巨大的蛮力很快拽断了锁链，父亲赶紧动身去找加固的工具，而母亲则顺着梯子爬上去，死死拽住锁链，拖延时间。可等到父亲拿着工具赶来之时，最后一根铁链也被拽断，肛门被怪物一把掀开，露出一双瘆人的发光绿眼睛。父亲举起钢管击退了怪物，重新关上了肛门。显然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随着避难所的剧烈震动，怪物竟和同伴一起强拆掉了肛门，露出一双双瘆人的眼睛来。眼见怪物跳了下来，母亲拿起油灯点燃了四周，为家人争取逃跑时间。父亲砸开通风口，将妻子女儿一一送了上去，可偏偏轮到自己时，却被卡在了洞口。巨大的求生欲让他不惜扭断了自己的胳膊，这才勉强钻进了洞口。可爬到一半，下半身却被怪物死死拽住。父亲不想连累母女二人，于是嘱咐妻子照顾好女儿，随即松开了手，独自一人为妻女争取逃跑时间。眼看丈夫被怪物抓住，妻子虽然万分心痛，但还是遵循她的遗志，带着女儿逃离了这里。他们一路狂奔，躲避身后追赶的怪物，却还是被直升机射出的捕捉网困住。两人这才发现，被他们视作怪物的生物，竟是带着叶世仪的政府士兵。感染了病毒的一家人就是他们的围剿对象。士兵抽取了两人的血液当作样本，随即就毫不留情地举枪准备击毙二人。然而就在指挥官下令开枪的瞬间，一个不明生物突然出现，在黑夜中高速移动，接二连三地残杀着士兵。母女俩定睛一看，眼前的怪物竟是一心守护妻女的丈夫，而这就是他们所中的病毒，只要情绪失控，就会暴走发狂，变成杀戮成性的怪物。正因如此，父母才一直告诫女儿绝对不能情绪失控。虽然暴走后的父亲力速双 A， 但毕竟还是肉体凡躯，挡不过枪林弹雨，很快就被打成了筛子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渐渐失去了呼吸。看着丈夫死在自己面前，女儿也即将惨遭毒手，妻子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悲愤，毅然暴走变身，带着女儿挣脱束缚，孤身一人将士兵引走，但却同样敌不过无情的子弹。就在士兵准备给出致命一击时，躲在一旁的女儿也突然暴走，把眼前的士兵按在地上摩擦。眼看士兵就要被他活活挠死之时，冷静下来的母亲大声制止了女儿。她不想女儿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杀戮机器，可女儿毕竟年幼，完全丧失理智的她竟转身扑向受伤的母亲。You can stop it, you can stop it, Zozo. Stop it. Zoe. That's it. Come back to me. 在母亲的安抚下，女儿最终恢复了理智。可就在这时，搜查的直升机再度袭来，母女俩只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。他们爬过废墟，藏进一旁的地道里，却在这里撞见了之前邻居家的孩子。他带着母女俩来到地道深处，等男孩打开井盖后，母女俩才发现这里竟躲满了当初幸存的居民。大家在此相依为命，没人在意谁感染了病毒，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，唯有所爱之人才是这病毒唯一的解药。 Do you see it? That means it's 302 now. 302 days. Not days.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部电影再见。